给我买的？你给我带的早点啊？不是，别扯了，一闻就是周一小吃摊那味儿。知道还问？是周一让你给我带的，还是你自己要带的？你吃不吃？不吃拿过来。哎，吃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我跟你同桌快半年了，也没见你给谁买过东西啊！别说早点了，你连一罐糖都没给我买过。成，下早操请你吃冰激凌。这还差不多。传一下，里面，防他！哎，乔，终于吃到你请的冰激凌了，你确定不尝一口？不爱吃甜的。哎，你尝一口嘛，来。哎，你看你，哎，你这还有一点呢。哎，好了。吴比，什么事儿？你能不能帮我把这封信转交给苏玉呀？你自己给的不就行了？哎，我不敢给他，求求你了。走步了，哎呀！三分啊，这手得这么投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是这么投的话呢，它就不对了。张瑶给的。哎，你还给他吧。你看都不看一眼，人家好不容易写的。我不想看。你拒绝我是因为叶婉英吗？跟他无关。那跟谁有关？问你个事儿，什么事儿啊？叶婉英是谁？他呀，我们学校原来校花啊。后来呢？后来出国了，去了国外。哎，他不仅长得好看，学习还特别好。那会儿我们学校前2名，总是被他和苏玉霸着。而且，他性格还特别好，学校大半的男生都喜欢他。当时他走的时候，不知道多少人伤心。那你伤心了吗？哪轮得着我呀？我就让他给我签了个名儿。哎，你看，我现在还留着呢。哎，有 QQ 吗？有啊。告诉我。哎，苏月，一块儿回去呗。走着。他这怎么了？没事儿，他就这样，没个准脾气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晚上去我家写作业呗。可以啊，正好用一下你家电脑。得嘞。
后面1066882888。你这嘛呢？编辑名字到这个号码，可以测2个人的缘分指数。哇，缘分指数99%！你看，连老天爷都觉得我和郭小柔是命中注定。妈，来，苏玉啊，过来吃水果来。婶儿，您甭这么客气。你不写作业，你在那干啥呢？他不也在玩电脑吗？人家是全校第一，想怎么玩怎么玩。你考第几啊？还舔着脸往上凑？没事，苏玉，你慢慢玩啊。我就通过一好友就下了。不着急，在这吃完饭再走啊。什么破网名啊？谁啊？没事儿。我看到你阅览我的空间了，你还是想我的，对吧？为什么不说话？你在逃避什么？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生与死的距离。叶子，晚上彩带，叶晚樱，没想到还是个情种。干嘛躺我床上？哎呀，我累了，滚你自己家去。走不动了。哎呀，不行，让他在这儿住吧。这么晚了，他离得又远。他们家不就跟这附近吗？啊，对，是附近。不过我给他爸爸打电话了，他爸爸说门儿都锁上了。干嘛？睡不着？咱俩聊聊。有什么可聊的？今儿给你爸打电话那人谁呀？你怎么这么八卦？叶晚樱。你怎么知道他的？你甭管我怎么知道的，你就说是不是吧？不知道，没接他电话。你俩在一起过？没有。那你喜欢他吗？喜欢又怎么样？哎呦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人家不喜欢你呗。他
喜欢我。那你们当初为什么没有在一起啊？哎，你别说什么耽误学习什么的啊，就你平时睡觉那功夫，不知道能谈几回恋爱了。我不配。他出国之后，我特别后悔，后悔当初总是逃避和拒绝。但他发信息给我，我又怂了，一句都不敢回。家庭条件的差距，对你而言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你应该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吧？我知道，你妈很早就去世了，你爸一个人把你拉扯大。啊？谁说的？我爸说的。你爸跟你说我妈去世了？可能连你爸都不知道我妈的存在吧。我妈没去世，她只是因为钱抛弃了我和我爸。现在她再婚了，嫁给一个有钱人。你知道吗？这10多年，我和她见面不到5回，她每次张口闭口都是钱。穷这个字儿，就像一根刺儿一样，已经扎进我的心里。那你现在是不是不会和家庭条件好的人再交朋友了？也许吧，没碰到过，应该不是一路人吧。忍着，哥送你去学校。哎，我说你有车不坐，干嘛走着呀？学校又不远，干嘛骑车？我这不是怕那群流氓追过来，你跑不过他们吗？那群小流氓上次被你摆平之后，一直没再出来。那可不一定。你上不上车？不上车我撞你了啊！哎，有病！
哟，小柔，干什么呢？这是？人家这是给心上人的礼物。这话不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吗？哎，小柔，那你这一个课间能折几个呀？最多5、6个吧。啊，5、6个？那你这大半罐子，得折多久啊？折了1个多月，昨晚还折到晚上12点呢。1个多月前，那不就是他对我态度开始转变的时候吗？哎，小柔，其实呢，我觉得差不多行了。那个男生要是看到你这样，也会心疼的吧？不行了，我一定要折到999个，在圣诞节那天送给他。哟，小丫头还挺有少女心哈。成，成。做个简单的句式练习啊。他是一个铁人，改一个反问句。哪位同学回答？刘鑫。他是一个铁人吗？你这是疑问句，不是反问句。来，乐乐。他不是一个铁人。你这是否定句。高2了，这么简单的练习还不会啊？毛冲，你来。铁子，他是人不？坐。哎，你试过倒骑车吗？怎么倒着骑啊？我扶着车把，你面冲着我，倒着蹬。无聊。试一试嘛，可好玩了。来，上，来吧，面冲着我。啊，哎，来吧，好。你说我们2个要有你保护我，无论多么危险，你都不会走的。我相信你说过的每一句对我的承诺，不会丢下我。感谢你陪着我一同遨游，在这个世界里品尝所有好的坏的不重要，只要我们在彼此左右。感谢你从未有一丝保留，哪怕是为我用尽了所有，你做的已经足够，这次换我来守候。执行啊，在校园里骑车，站住！哪个班的？苏月，来，你给我出来一下。苏月，你的家事我不方便参与，你自己进去吧。啊。我自我介绍一下。不用了，我知道你是谁。真不愧是萧三的儿子啊，天生就气质不凡。我的气质跟您太太没有任何关系，我随我爸。你妈说的没错，你这脾气可真够倔的呀。
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？直说吧。你妈她想你了，我希望你有时间可以回去看看她。还有别的吗？我想她应该跟你提过吧。我们想把你转到更好的学校去，以你的成绩，前途不可限量。那我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儿？讲啊。让您的太太不要再插手别人的家事。我儿子跟你是同龄人，他的逆反心理比你更强。我常跟他说一句话：你可以犯浑，但是面对前途跟利益得失这件事情上，得有大局观。所以您的儿子听您的了吗？他早晚会听，因为没有人会放着捷径不走，而选择跟其他人挤破头。在我眼里，你俩都一样，都是我儿子。他拥有的，我会尽我所能给你提供，不会让你妈妈觉得厚此薄彼。第一，我不是你的儿子，我有自己的父亲。第二，我和萧三不是一路人，我的生活没有捷径。真的，下次叫我来呀，没问题。你提过我了，肯定的。又丢了。喂，小姨，你没告诉我把我转到那所学校了吧？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我刚才看见他了，估计眼花了。哎，今儿老师找你什么事儿啊？我妈的事。你妈？你妈来找你了？不是她，是她现任丈夫。他来找你干什么呀？他来当我妈的说客，让我转学，去更好的学校。你答应了？废话，我能答应吗？本来就看他不爽，尤其他那个咄咄逼人的架势，好像所有人都是他的下属，都得听他的。嘿，跟我爸一个德行。他拿我跟他儿子做对比，显得我特没见识。他儿子那么优秀，你让他好好培养自己儿子呗，老惦记你干什么呀？要我说啊，他儿子肯定废物一个，不然不可能老想着你。我心里不舒服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心里不痛快，就咒他儿子，咒他儿子出门就被砸，啊！你没事吧？怎么了这是？可能太旧了吧。好的，老师，家长会我一定到。儿子，明天家长会，怎么了这是？被风扇砸着了。我就说前2天听这风扇嘎吱嘎吱响，我还想换个新的呢，赶紧活动活动，看看骨折没有。没事，叔，腿能动，就是
今天晚上可能回不去了。那没事，我去给你找点药啊。干嘛呀？爸，您穿成这样干嘛去啊？给你开家长会不得穿好点啊？爸不能给你跌份儿。我昨天晚上拿洗脸盆压了一宿啊，怎么还有褶？这衣服怎么小了这么多呀？爸，您这西服什么时候买的？怎么没见您穿过？那你肯定没见过呀，这是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买的。你给我脱下来！哎，别，脱下来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爸！哎，老师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你好。请各位家长啊，按照座位上的名字依次入座。您是冒充的妈妈？那呗，你是苏玉他爸。对。哎呦，这难怪我儿子在家老夸这个冒充长得帅，原来他妈妈这么漂亮。哎呀妈呀，你太会唠嗑了。你儿子才是人中精英，我儿子整天跟我在这念叨，说他睡觉都能考全校第一啊，刚厉害。哎呀，哪有啊？好了，大家安静一下啊。各位家长都到齐了吧？五比的家长还没到。可怜的孩子。好，那我们先不等他了。我先做个自我介绍，我是咱们班的班主任，我叫王建军。这次开家长会的目的呢，主要是针对上周的期中考试的情况，和各位家长做个总结和经验的分享。太太，快10点了，我还没把妆化好呢。哎呀，赶到那边还要半个多小时呢。让他们先开着吧。太太，你快点吧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考试的情况呢，大致就是这样。下面呢，我们请各位家长相互之间交流一下教育经验。我们首先请苏玉的父亲跟大家讲一讲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欢迎。来，老师好，各位家长好。这个我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，因为这孩子我也没管过。别藏着掖着了，我们也想学习学习。这位家长，我真没藏着掖着。你说每天我下班回家吧，这孩子作业已经写完了，等我早上起来要去上班呢，他已经背着书包上学去了。你说我这……哎呀，那怎么还能考第一呀？你就讲两句呗。多气人呐！我们家孩子每天学习到12点，结果还是不及格。你就知足吧，我家闺女连作业都不做，就知道臭美呀。哎，女孩都这样。小王，开快点啊！好的。下面呢，给大家广播校长的讲话。各位家长好，各位老师好。相信各位班主任已经给广大家长总结了这次考试的经验和不足，我就不再赘述了。今天我的讲话主要是给各位家长鼓舞士气。每个分数段有每个分数段的目标，比如前200名的学生如何在各位家长的配合下挤进前100名，前100名的学生呢，下一次月考我们就争取进前10名，前10名的学生争取考到全校的第2。毕竟
要超过苏玉还是件很难的事情。啊，那当然了，这苏玉同学啊，不仅仅是有天分，这后天的努力也很重要。我们各位同学要向他看齐。好，谢谢各位家长。今天的家长会我们就开到这里。各位家长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找我单独聊。其他人散会。那个，你不过去唠唠啦？我就先不去了。啊，那行，我过去唠唠。哎，好，您去您去。哟，我得赶紧去彩票站呢。昨儿中了个2等奖，这是大事儿啊！为什么孩子也很努力，但是这个成绩老是提不上来？啊，你慢点。我没事儿，怎么感觉跟穿越了似的？好像看到了10几年前的苏志刚。肯定是看走眼了。该鼓励还得鼓励。没错没错，您说那个很对。刚刚咱们不是说了？啊，您是？我是吴比的家长。好，您先稍等一下，一会儿我们去会议室单独聊。啊，好的，老师，您先忙。对呀，老师，这怎么办呀？教教我们吧。还是学习方法的问题。这2天感觉怎么样？疼倒是不疼了，就是走道还费点劲儿。家长会开的怎么样？就一个字儿，爽！你爸爸我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有过面子。儿子，你太给爸争脸了。看见您那好哥们了吗？什么好哥们儿？哎呦，看见了看见了，聊了半天不撒手啊！我这就给你们做饭去啊。好了。他应该是没去，他怎么可能去？他要是发现我转学了，早就跟我闹起来了。周姨，拿好，好，趁热吃啊！谢谢周姨。哎，好好记住。哎，你有钱没钱？行行行，这次真给你吃。啊！啊！你干啥去了？扶吴比上厕所啊。你知道他妈的事儿？你也知道了？咱们谁不知道啊？他妈那么高调。高调？对呀，家长会那天，他妈穿的贼高调，贼拉风。怎么可能？记错了吧？那哪能看错呢？他妈往门口一站，直接就说我是吴比妈妈，然后老师就敷衍其他家长给他妈开小会了。我妈印象特别深。你妈肯定记错了，那天来的是吴比他爸。不可能错的。哎，当时除了我妈以外，其他家长也都看见了，都讨论这事儿呢。不信你就问问他们，真的都看见了。
怎么了？要不我直接把你捎回去吧？不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你这个脚怎么回去啊？我一个脚也能骑。哎，对了，你爸跟我爸不是特熟吗？那也没见过你爸露面啊。你们不是住这一片吗？那个他平时忙，总是要加夜班。哦，那等到哪个周末我去你家吃饭吧，也不能老是你来我家蹭饭啊。我爸他不会做饭啊。哎呀，不吃饭，串个门总行吧？行了，走吧。你骑累了吧？没事儿。我骑。上车。抱紧我。哎，走。哦，哎，走了。嗯。喂，吴比，帮我一忙，帮我雇个爹。爸，您是怎么跟吴比他爸认识的？啊，那个，他爸单位以前跟我们厂在一块儿，没事我们就在一个工地食堂吃饭，这一来二去的，他不就熟了吗？可我听吴比他说，他妈生前是雕塑家，他爸能娶到一个艺术家，应该不是一般人吧？他爸当时生意做得可好了，可是后来做买卖赔了，他妈又没了，这不才搬到这片吗？我是一个群众演员，专业演戏的。你演过什么？我演过一个脑袋，就是我演一个小厮啊，趴在窗户上偷看妇女洗澡。当时我脑袋一伸，咔，我卡那儿了。哎，我左挪右挪，左挪右挪，我从头到尾我就一个脑袋入镜。你说可乐不可乐？行了行了，就你了，感谢。啊，对了，我问您一下，您是希望我扮演你的爸爸去给你开家长会吗？不是，要比这个复杂的多。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角色，就那种内心哎呀特别丰富的，我飙起戏来啊，自己都害怕。这样啊，从今儿起你就住这儿。无论谁来，你都一口咬定你是我爸。还有，不要再提你耽误群众演员这事儿，行吗？哎，大伙儿，哎，
要不你尝试一下，叫我一声爸爸。这给我找了一什么玩意儿啊？爸。我是爸爸，我是爸比，我的爹。你好，我是一个爸爸，儿子。看过你啊？你好，叔叔好，我是吴比同学，我爸让我给你们送点水果。苏志刚的儿子，哎，长这么大了，快去快去。好。哎呀，拿个苹果，我给你们去洗苹果啊，你们坐啊。哎，好嘞。幸好只来了一个，要是他爸跟着一起来，就是场群戏了。你跟你爸长得不像啊。你跟你爸长得也不像啊，儿子都随妈。哎，来，吃苹果，好吧？你也吃一个。哎，谢谢爸。小伙长得真。爸，我跟同学聊会儿天，您一边待着去吧。怎么跟爸说话呢？你就这么跟你的爸爸说话吗？我平时是怎么教育的你？我老同学的儿子来看我们，我不得陪你聊聊天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也怪我，平时疏于对儿子的管教。叔，您平时工作忙不忙？哎呀，要说不忙吧，早晨6点来钟就得起来蹲点儿。要说忙吧，好几天也没一个活儿，就图个盒饭。蹲点儿？您做什么工作的呀？问要债。哎呀，现在债呀可不好要了。那您挺辛苦的。是，谁不辛苦啊？当爹的都辛苦。啊，你爸不也难吗？但是我想起呀，有那老哥哥呀，我心里呀不是滋味儿。我想起你爸爸呀，我心里边疼。啊！疼！爸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晚啊？跟吴比他爸聊了一会儿，他爸可真能说，说了好些你们年轻那会儿的事儿啊。吴比这小子幺蛾子还真不少。实话跟您说吧，头2天同学传吴比家的事儿，我还对他身份怀疑了一下。今天去了，发现是我想多了。你看看，你就算是怀疑他，总不能怀疑你爸爸吧？我问